他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接收到外星文明信息的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与牛顿、达芬奇并称为人类史上三大奇才。他生前的研究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当成美国的最高机密保存起来。没错，他就是尼古拉·特斯拉。现在我们开的特斯拉汽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为什么我们说他和外星文明有联系呢？为什么特斯拉明明可以有千万的身价，但是晚年的他却是穷困潦倒？为什么说特斯拉的发明比爱迪生的发明要高级很多？为什么他发明的电气系统可以不使用电线就能够工作？为什么他被现在的物理学界当作是神一样的存在？今天影片的每一章都很有意思，我会一一解开上面所有的这些谜题。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这期影片我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如果您对内容感兴趣，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或者点个赞收藏起来，可以以后观看。特斯拉出生在斯米连，这是克罗地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特斯拉出生的时候，当时助产士接生到一半，因为恶劣的天气顺口说了一句，这是一个会带来疯狂和黑暗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看着漫天滚动的闪电，却说不，他将是一个给世界带来光明的孩子。而他的母亲当时几乎不知道这句话是多么具有预见性。特斯拉的兄弟姐妹一共有5个孩子，他排行第4。他有3个姐妹，还有1个哥哥。在他5岁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去世了。而这件事造成的阴影伴随了他的一生。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特斯拉得了一种怪病，他经常会出现幻觉，就像是闪电一样。他甚至于自己分不清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真实的现实。这种幻觉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了一生。但是不知道是喜是悲，他的很多构思和发明的点子都是在他的幻觉中获得的灵感。他经常想到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就去做了，而且这个实施或者实验的过程有一半是在幻觉中进行的。这也大大的提升了他的想象能力。他能在头脑中构思一整套系统，而不用细致的把它们绘制出来。更神奇的是，他可以在头脑中对自己的设想和设计的图纸进行实验。他自己叙述，在他头脑产生闪光的幻觉之后呢，他会到达一个清晰的并且极具创造力的精神殿堂，就像是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的思想殿堂一样。他会看到一项发明的构造以几乎全息的方式展现在他的眼前。他叙述说，他还可以旋转这些视觉图案，并把它们一块一块的拆分或者组合起来。他有过一项伟大的发明，就是旋转磁场。经他本人叙述，这就是在他的幻觉中闪现出来的灵感。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曾经说过，我制作的设备总是会按照我的设想进行工作，实验的结果总是在我的意料之中。20年来没有出现过一次意外，也就是说，他的大脑里面可能真的有一个物理实验的场地。特斯拉将他自己对发明创造的能力归功于他的母亲乔卡·曼迪奇。他的妈妈平时在家就经常制作一些家庭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可见他的妈妈也是十分的聪明啊。虽然他的妈妈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却能够熟练地背诵塞尔维亚的史诗。而且特斯拉遗传了他母亲一种特殊的能力，叫做移觉记忆。解释一下，移觉记忆是一种瞬间记忆的能力，就是一个人可以在不借助任何记忆技巧的前提下，对一个复杂的事物只看过一次就能够记住，而且再次回想的时候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极高的精度从记忆中召回这些画面。它和照片式记忆有些类似，但是还不完全一样。简单的说，移觉记忆是被证实真实存在的，而照相记忆从来没有被科学证实过。特斯拉的父亲是一位教会牧师，因为牧师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被民众所尊敬，所以他的父亲想让特斯拉将来能够继承牧师这个行业。但是特斯拉呢，他并不想这样，因为当时他对工程学十分感兴趣。在1873年的时候，特斯拉回到斯米连之后不久就感染了霍乱，而且十分的严重，卧床了9个月，中间多次病危，这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他和死神几乎是擦肩而过。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的父亲答应他说，如果他能够康复的话，他不会再要求他继承牧师这个行业，而是顺随他本人的心愿，送他去最好的工程学校读书。而他父亲的承诺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特斯拉奇迹般的康复了。他后来前往奥地利格拉茨工业大学的帝国皇家技术学院，修读电机工程，学习交流电的应用。
据说他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学习，一直到晚上11点多。学校的老师和教授们都担心他会过劳死，而且他表现得十分的聪明，他能够在脑子里进行积分计算，他还掌握了8种语言，这让他的老师们经常怀疑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作弊了，但是就是找不出任何他作弊的证据。在他入学的第1年，他获得了军事前沿奖学金。特斯拉从来没有错过1堂课，并且获得了最高的成绩，而一般学校只要求通过3、4个专业的考试就是很好的学生了。但是在他入学的第2年，事件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开始沉迷于赌博，之后就辍学了。1873年，特斯拉离开了格拉茨，怕家里人发现，就和家里人断绝了联系。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故。他开始在欧洲的各地搬家，最终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一家工厂担任绘图员，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块钱。而且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就是和当地的人在街上打牌。可神奇的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没有阻断他的大脑的高速运转。有一天他在公园散步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灵光一闪，想到了一种利用交流电发电的新技术，这也将是他最伟大、会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发明。1879年3月，特斯拉的父亲去马里博尔找他，想让他回家，但是被他拒绝了。1879年4月17日，特斯拉的父亲米卢丁·特斯拉因患不明疾病而去世，享年60岁。1880年1月，特斯拉的2位叔叔凑了足够多的钱，让他离开哥斯皮奇，前往布拉格进修。但是因为学校的2门必修课是他不擅长的，虽然他掌握了8种语言，但是并不包含这2门必修课，一门是希腊语，另一门是捷克语，所以他只能作为旁听学生的方式学习。而且他在那里只读完了1个半学期，就再次辍学了。之后，特斯拉找到了人生中的第1份正式工作，就是给自己的偶像爱迪生打工，在位于巴黎的分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工作。工作期间，他设计出了感应电动机的模型。而那个时候的爱迪生已经功成名就，事业蒸蒸日上，十分的有钱。与其说他是一位发明家，和他在商业上的造诣相比，倒不如说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他不仅善于赚钱，还特别善于经营自己的名声。所以在我们小学的课本里，我们学过爱迪生的故事，但是却很难听到有一个人叫特斯拉。大家都知道，电灯泡是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的。世界上的第1盏灯是弧光灯，是由汉弗莱·戴维爵士于1807年发明的。在接下来的50年里，多名发明家致力于完善这种电灯，提高了它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但是照明不仅仅需要灯泡，还需要一整套发电系统。这正是爱迪生发挥作用的地方。电灯的专利是爱迪生花钱买过来的，但是他完善了电灯的设计，使它能够降低成本、商业化的生产和使用。最重要的是，爱迪生发明了直流电系统，这让电灯能够生活化，成为了一种可能。但是问题是，直流电的效率很低，随着距离的增加，电能会很快的以热能的方式流失掉，它无法实现超远距离的电力传输。特斯拉发现了直流电的这个弊端，所以他设计了感应电动机，使交流电的传输成为可能。它能产生较高的电压，而且成本低，效率高，可以实现远距离的电力传输。相比之下，损失的电力也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他和爱迪生的首次相遇发生在1884年的时候，当时特斯拉带着分公司总经理的介绍信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邮轮。这次的行程就是他要去寻找自己的偶像托马斯·爱迪生，希望他能够在经济上帮助自己完成在交流电上的发明。但是这是一次让他十分痛苦的追星之路。在他登上邮轮不久之后，他的钱包就被偷了。在下船的时候，他身上只有几毛钱，而他之后见到了爱迪生，也并没有让自己的好运回来。特斯拉的推荐信上这样写道：亲爱的爱迪生，我认识2个伟人，一个是你，另一个就是这位年轻人。当时爱迪生正在推销自己的直流电系统，而且赚得盆满钵满。他看到特斯拉的时候，并不看好他的交流电，因为自己的生意正蒸蒸日上，为什么要转念去走另一条相反且未知的道路？而且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可能会对爱迪生的直流电商业帝国产生一定的冲击。如果那样的话，所有的一切可能都会改写。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在这位商人爱迪生的脑子里迅速地构思出来。所以爱迪生和特斯拉的相互钦佩并没有持续多久。爱迪生意识到他们迟早要变成痛苦的竞争对手，但是凭借特斯拉身上具有的特殊才华，
爱迪生还是收纳了这位人才，虽然他们在如何控制和运输电力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爱迪生首选的直流电是一种电荷只沿一个方向流动的系统，而特斯拉的交流电则会周期性的改变方向。改变方向这一点对于维持稳定的电力供应十分的重要，因为它不会给电力传输的设施造成过大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更大的功率和更长远的距离传输电力，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功率的用电设施往往都使用的是交流电，只有较小功率的用电设施才使用直流电的原因。所以爱迪生在听到特斯拉对于自己直流电发明的讲解时，直接否决了他的想法，因为这很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动摇自己的商业盈利。当时爱迪生只有直流电领域的专利版权，他不想让钱流进别人的口袋。他对特斯拉说，放弃你的那些幻想吧，只有我的直流电才能够赚钱，如果你能够完成改进我的直流电马达和发动机的工作的话，我会奖励你5万美金。特斯拉就说那好吧，就答应了下来。但是当特斯拉将整个发动机系统重新设计了一遍，完成了多个版本的方案，最终把整个系统推向市场，让爱迪生获得了巨大利润和发明专利之后，特斯拉向爱迪生索要那5万美金时，爱迪生却反悔了。他说5万美金？特斯拉，你难道不懂美国人的幽默吗？后来就连特斯拉提出加薪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而他的要求仅仅是从1个月18美元提高到25美元。这使得爱迪生在特斯拉心中的偶像形象彻底塌房了。第2年，也就是1885年的时候，被戏弄的特斯拉愤然离去，独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电力公司。但是因为他的名望太小了，而且一直受到爱迪生的打压和抹黑，投资者对他的兴趣并不是很大。1887年的时候，特斯拉发明了一种使用交流电运行的感应电动机，这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很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以他的发明者特斯拉的名字命名的电动汽车，这也是埃隆·马斯克在向这位伟大的发明家致敬。特斯拉为自己的感应电动机申请了专利，并且向公众展示了自己的设计，这成功吸引了美国电气工程学会的注意。西屋电气的创始人乔治·威斯汀豪斯投资并实现了特斯拉的交流电动机。当时爱迪生的直流电系统受到距离局限的影响，每1平方英里内就要有一个发电站，就是因为电力在远距传输中损耗太大了。而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用的导线更细，电压更高，传输损耗更小，传输的距离更远，就很明显地体现了交流电的优势。爱迪生肯定也不傻，他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不能够眼看着自己的直流电商业帝国受到特斯拉的影响，所以潮流之战开始了。那他做了什么呢？爱迪生首先鼓励他的支持者们游行反对使用交流电，并且发表了很多诽谤特斯拉的文章。为了更加让人们畏惧使用交流电，爱迪生真的是脑洞大开，不愧是一个发明家。他贿赂政府官员，把那个时候实施的死刑从绞刑改为交流电的电椅死刑，甚至雇佣学生用交流电将流浪的猫狗电死，制造了很多大型的社会事件，让人们把危险和交流电联系在一起。在爱迪生的打压之下，再加上特斯拉本身就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资本，也没有和资本抗衡的力量，所以他根本就无法完成推广交流电的重任，只能把自己的专利以6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西屋电气公司，还换取了一些西屋电气的股票，而这笔收入就已经是特斯拉人生中的很大的一笔收入了。虽然这些收入连资本家的9牛1毛都比不上，而失去了公司的特斯拉不得不接受一份每天只能够赚2美元的挖沟的工作，才能够填饱肚子。但是爱迪生的恶意抹黑始终无法掩盖交流电相对于直流电的优势。1893年，西屋电气公司的出价低于爱迪生，成功赢得了新成立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合同。合同的内容是在芝加哥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上提供照明工作。展会的盛况空前，会议的内容庆祝了克里斯托弗诞辰400周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等等。不管人们当时是不是记住了这些会议的主题，但是这些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会议的2700万人都清楚地知道了交流电将是未来的方向，因为它给议会提供了明亮稳定的电力能源，这让人们十分的震惊。不仅于此，他们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建造了世界上第1座交流电发电厂，而且是使用水力发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为一整座城市提供了电力供应。
水力发电站的建立也意味着它成为了第一位可再生能源的先驱。如果你将来旅行去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话，仍然能够看到特斯拉的雕像。西屋电器和特斯拉赢得了这次电力之战。但是好景不长，西屋电器公司的资金耗尽，最终跌至$10，这里面还包含了特斯拉的股份。西屋电器公司的威斯汀豪斯向特斯拉求助，问他是否可以减少一些他的交流电的专利费，好让公司能够获得喘息的机会。这时候，特斯拉做了一件让全世界为之敬佩的决定，他毅然撕毁了交流电专利的合同。这就代表着他让交流电的这项发明免费供全世界使用，自愿放弃了$1200万的特许权使用费。要知道那个时候，人们每使用1匹电力就要向特斯拉缴纳$2.5的专利使用费用。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他一直保存着这些版税的话，现在他可能坐拥几千亿资产，而成为这颗星球上最富有的人。所以你现在能够明白他当时撕毁合同时候的胸怀和眼界了吧？对比连$5万奖金都反悔不给的爱迪生相比，价值观简直完全没有可比性。特斯拉伸出的橄榄枝造福了整个人类，撕毁合同的行为瞬间拯救了威斯汀豪斯。作为回报，西屋电器公司向特斯拉支付了$21.600万，以获得永久使用交流电专利的权利。爱迪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未尊重过特斯拉这位前半生的朋友和后半生的对手。而特斯拉曾这样说过爱迪生，爱迪生就像蜜蜂一样到干草堆里找针，而稍懂一点理论的人就会省去99%的辛劳。我敬重这样一位用白炽灯改变世界的伟人，但是如果他能够接受我的交流电，我们的技术能带领这个世界步入新的时代。从这2句话中能够看出，特斯拉的价值观和格局比爱迪生的格局要大得多。在西屋电器公司获得了一些收入之后，特斯拉在财务上获得了自由和独立。他在纽约为自己的新项目创建了一个实验室，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伟大的人物，包括伟大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他的一生中拥有300多项专利和上千的发明。他创造了霓虹灯的早期版本，还有特斯拉涡轮机，是一种用于车辆的无叶片涡轮机。他的每一个预言都能够让世界快进至少100年。在和爱迪生的电流之战中，他曾经说过，交流电是未来的潮流。时至今日，他发明的交流电仍然在照亮整个世界。同样在1899年，特斯拉制造出一大堆球状闪电，就是刘慈欣小说中提到的那种。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次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球状闪电。据说有一次记者来到他的实验室里进行专访，发现他竟然用双手拿着2个火球，而且就像是拿着2个苹果一样，火球对他丝毫没有任何伤害。特斯拉的实验室里还能够制造出高达1.35亿伏的电压。罗伯特·沃特森·瓦特1935年发明了一台实用雷达，但事实是，早在1917年，特斯拉就向美国海军提出了这个想法。但是碰巧爱迪生是当时海军发明中心的小头目，所以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威廉·康拉德·伦琴因发明了 X 射线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却是特斯拉先于伦琴发现了 X 射线。证据就是特斯拉他给自己的手部拍了一张 X 光的照片，同时特斯拉警告说这个东西会对人体产生辐射，很危险。另外，远程自动化也是特斯拉的发明之一，是不是很难以理解？我们现在开的特斯拉汽车的自动化驾驶概念，就是特斯拉很早就已经开始在构思的设想。1898年，他遥控控制了一个微型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邮轮，这种技术远远超越了时代，以至于让人们误以为他是在使用魔法进行操控。1899年7月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电波。当时在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特斯拉正在测试用于跟踪风暴的放大器时，他从这些无规律的宇宙背景辐射电波中，无意中地收到了来自外太空的某种非自然信号。一天晚上，他正在追踪1000公里外的雷暴，正在做一些日常的测听和记录的工作。突然，他听到了一些嘟嘟嘟的声音，而且是3个连续的节拍。他起初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发现接收信号的方向指向了火星，而且接收的信号是有周期性的，每过1.8年，信号的强度就会变强一次。他就开始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来自火星的外星文明的信息。特斯拉一直认为，如果说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这种定义本身就很荒谬。
假如存在外星文明的话，他们的智慧等级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们不会和地球上的智慧生命进行交流？所以他把好奇心抛向了这片浩瀚的宇宙。特斯拉把这一次无意中接收到的太空信息报告给了公众，并且在1901年2月宣布了他相信外星文明的存在。一篇题为《与行星交谈》的文章中叙述说，特斯拉开始痴迷于继续尝试使用接收器捕捉来自于外太空的无线通信信息。他的理论是，外星文明可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些人一开始就控制着人类。许多人就认为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发明，肯定是因为他和一些外星文明的接触有关。但是他在科学方面的同行们却认为他只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他试图向火星发射信号的行为被他的敌人利用了，描绘出各种各样的负面传言。当时爱因斯坦因为光电效应的发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刘瑟福因为发现了原子核和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当特斯拉真正来到量子物理学的核心时，他却被这个世界所遗忘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受到了当时反对者的抹黑和不公平的对待。这么说的话，那些外星文明发出来的信息真的是他想象出来的吗？还是他真的与外星文明有过接触？在塞尔维亚的特斯拉博物馆中保存着超过16万份文件。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相互联系，你可以发现特斯拉曾经设计过一些宇宙飞船的图纸。1910年，他开始实验使用反重力推进器的概念，这在现在来说都可以看作是科学幻想。那时候的特斯拉他就发现大量的电力能够使物体产生升力，所以他又设计了沃登克里夫塔，这个我们在稍后一点马上会提到。这些塔简单来说不仅能够储存和释放巨大的电力，而且可以进行远程的无线通讯。他设计的这个飞行器完全没有机翼和燃料，而是完全靠着电力驱动的。其实它的这种设计，我们可以在更古老的历史中找到设计模型。在古印度的史诗中记载，曾经就有一个文明访问过这个星球，记录上就说他们的飞行器可以轻松快速地从一个点瞬间地移动到另一个点。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反重力的装置，这就很像是我们在各种科幻电影或者在各种都市传说中见过的飞碟。因此特斯拉如果真的接触过外星文明的话，他能够致力于反重力系统的研究，就让人很容易理解了。2014年2月份的新加坡航展上，以色列武器公司拉斐尔防御系统公布了一种能向空中发射摧毁导弹和飞行器的耐空射线。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高能激光，就是不管什么东西飞过来，不管是导弹呢还是飞机，这束激光能够瞬间的把目标融化。而且它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像特斯拉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的光束武器，叫做死亡射线。和奥本海默的核武器相比，这项发明既能够精准地制裁战争目标，又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伤。所以它是不是与外星人有过接触，或者说它是一个外星文明特意安排来到地球的使者呢？因为试想，如果我们使用了它的发明，我们可以绿化沙漠，淡化海水，不必为使用能源付费，减少战争的发生，乘坐反重力飞船旅行和使用无线通讯技术。这些设想放在现在来说，很多都是难以实现的。回到现实中，我们上面提到了它最著名的发明之一是特斯拉线圈，是一种可以产生大量高压电流和远程通信的装置。而这项研究的投资人就是著名的银行家摩根，因为他觉得以后无线电的时代迟早要到来。这也是特斯拉最超前也最有争议的一项发明。同样，这个发明也给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无限量供电的能源科技。这就是在1901年特斯拉实施建造的沃登克里夫塔，又称特斯拉塔。它的核心技术就是特斯拉线圈。这个装置不仅能够远距离通信，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电力传输。它是一种能让能源存在于周围无形的环境中的技术。1901年，特斯拉到处求援，希望在纽约长岛兴建一座高塔，进行跨大西洋的无线电广播和无线电传输实验。特斯拉最终说服了当时的亿万富翁摩根，征得了15万美元的资助，最终建成了一座高187英尺的铁塔。铁塔的顶部有一个直径为68英尺的半球形圆顶。在铁塔尚未完工的时候，特斯拉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实验，而且这个发明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他其实在这次发明中暗藏了自己的一个私货。他不仅发明出了一个远程通讯的工具，而且同时他想创造一种使用太阳的能源
而且把能源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地下保存起来的电力系统。简单的说，就像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无线充电设施。而且当时他不仅仅研究了这个设想，他还进行了成功的实验，跟他的助手说，我一会儿给你信号的时候，你就把供电的开关打开，启动这个系统。他就抱着灯泡走出了4英里远，换算一下几乎是6.5公里的距离。接下来特斯拉将每一个灯泡插在地表的泥土上，这看起来就完全没有电路的连接，但实际上塔楼到实验室和灯泡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电路闭环。当他发出信号告诉他的助手拉下电闸的一瞬间，所有的灯泡都被点亮了。这一项发明在现在来说也是很难实现的。2007年的时候，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员安全地在房间里进行了实验，他们成功地将一枚2米远的无线连接的灯泡点亮了，而这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更何况当时的特斯拉走出了6公里的距离。但是遗憾的是，特斯拉并没有公开这项研究的内容，我们从他的手稿中也没能找到相关的线索，而且他的助手对这项研究的具体内容也知之甚少。1901年12月，一位名叫马可尼的人成功完成了跨大西洋的无线电传输实验。由于马可尼赶在特斯拉之前成功地完成了实验，而摩根又发现了特斯拉在研究无线电塔中隐藏了私货，就是因为这种免费的巨大能源，如果成功了的话，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用电网络，很可能会动摇现在的社会结构和运作模式，会触犯到很多资本家的利益，甚至包括摩根本人。所以摩根马上停止了对特斯拉实验的资助。1903年，特斯拉陷入了财政危机。1912年，他被判罚2.35万美元，用以偿还他的债务。同时，实验工地和设备被法院没收，充当抵押。沃登克里夫塔也被拆除。但是马可尼的技术中使用了至少17项特斯拉的专利，而马可尼背后提供财政支持的正是特斯拉的死对头，所有的事件的始作俑者爱迪生。特斯拉并没有对马可尼的成就表示异议，因为爱迪生的财政支持，1904年美国专利局向马可尼授予了无线电发明专利，而在爱迪生介入之前，这个专利本来应该属于特斯拉的。1911年的时候，马可尼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大量抄袭特斯拉的成就，这让特斯拉勃然大怒，立刻起诉了马可尼。但是遗憾的是，直到特斯拉去世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43年，美国专利局才重新认定尼古拉·特斯拉的专利有效，宣布马可尼的无线电专利无效。但是按照规定，诺贝尔物理学奖只能颁给活着的人，所以特斯拉只能与这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失之交臂了。在1915年的时候，因为特斯拉在电力事业上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机会，也是他多次受到提名而又多次让贤或者拒绝受奖中的其中一次。而这次他拒绝的原因是，颁发给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时，他要和另一个人共同分享这个奖项，也就是一个奖项颁发给2个人。你们猜猜另一个人是谁？没错，就是爱迪生。当时他就气愤地直接拒绝了，而且按照诺奖颁奖的规定，这个奖项也没有颁给爱迪生。所以这也许是特斯拉除了在交流电之战以外，另一件严重打击了爱迪生的事件。金主的撤资和沃登克里夫塔的拆除也让特斯拉失去了财务自由和自信心，再加上他之后的研究工厂遭遇了一场大火，从1933年开始，他就逃离了大众的视野。他在纽约客酒店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0年，心理健康状况也越来越恶化。西屋电器公司聘请他为顾问，并且支付了他的房间的租金。有人说他在这间房间里并不是默默无闻，而是构思了很多新的发明和设想。特斯拉有1000多项发明，当今世界的科学体系仍然建立在特斯拉留下的遗迹之上。但是我们现在能够认知和应用的他的发明，都是在他40岁之前完成的。相传特斯拉去世之后， FBI 将他的设计图纸、草图和实验作品全部没收，并将其列为高度机密。美国军方对他的论文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份文件记载着他有80个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手提箱，里面有他的研究手稿和实验设计的计划，而且这些研究中还有能够制造地震和龙卷风的各种设计。当然，特斯拉被历史所遗忘，有政府的原因，也有社会的连锁反应。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眼界长远，他的发明太过于超前，当时经常被当作异端，当时他甚至被人们认为是火星人。有伟大的发明是一回事儿，而让人们认可这些发明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1943年1月7日，纽约客酒店3327房间里，特斯拉孤单离世，享年86岁。他终身未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而且历年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很多都会在颁奖的时候对特斯拉表示敬意，就是因为受到了他跨时代的理论和发明的启发。据说有27%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研究了他的发明直接受到的启发，间接得到启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更是超过了65%。在特斯拉75岁生日的时候，他收到了8位物理学奖得主的感谢函，而他自己11次提名诺贝尔奖，9次让贤，2次拒绝领奖。他的每个预言都能够让世界的科技加速快进。在那个时代里，有远见的人太少，对创新的包容性也太少。但是对于这位科学巨匠来说，被世界遗忘又算得了什么？就像矗立在硅谷特斯拉铜像下他的名言叙述的那样，当下是你们的，而我致力于研究的未来是属于我的。对于特斯拉的预言，有人说他预言了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有人说他预言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人说他预言了将来人们的信息交流会在一个小物件里面进行，有人说是他制造了通古斯大爆炸，还有人说他找到了地球的共振频率，可以用他的电塔随意震碎地球等等。我们只能说特斯拉是一位纯粹的发明家，他开创了人类新的电气时代。他淡泊名利，他不像爱迪生一样是位精明的商人，善于保护自己的羽翼和锋芒，而是活出自己，甚至让人们觉得他性格孤僻。这就是为何我们总是听说爱迪生，却很少有人知道尼古拉·特斯拉这个人的事迹。不过现在的人们彻底地发现了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科学，他的伟大更是因为他的胸怀和远见。直到现在，特斯拉的绝大部分手稿档案已经被公开，但是他却仍然没有被写进历史。他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工业不应该遭受限制，而是应该普及于世界。他的梦想就是供给世界用之不尽的能源。感谢您收看尼古拉·特斯拉的故事，我是李洛克，这里是小李碎碎念。如果您喜欢这期影片，希望您点一个免费的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